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开完会回到宾馆，我踢飞高跟鞋，洗了把脸，扑到床上，立刻抓起手机。人可以一天不吃干粮，不能2小时不碰手机。8点了，再过1小时儿子就该睡觉了，赶紧的。我打开连接上家里新装的监控。最近为了关乎公司生死的大项目出差在外，忙的是昏天黑地，2天见不到儿子东东，可想死我了。妈妈，刚打开设备，东东清脆的喊声就从屏幕里传来，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3秒之后，笑容僵在脸上，我才回过味儿来，监控走明线太丑，只能借吸顶灯电源接线，位置隐蔽得很。因为出差前才装上，这事我还来不及和家里讲。东东这是在叫谁呢？画面中儿子咯咯笑着，扑进玉儿嫂的怀里，妈妈，抱抱。李嫂温柔地抱起儿子，拿起半个苹果，用勺子刮着苹果泥，一口一口喂给儿子。东东，这是咋了？怎么对着玉儿嫂喊起妈妈来了？正疑惑间，老公走进了镜头。他将另外半个苹果削皮，细致地切成小块，亲手喂到了李嫂嘴里，然后坐到床上，极其自然地揽住李嫂的腰，在她脸上吧地亲了一口。别闹，孩子在呢。李嫂胳膊肘捅了老公一下，把他给捅开了。啥玩意儿？这画面太辣眼睛，镜头后的我脑壳一疼。回过神再看屏幕，老公在逗孩子，李嫂追着东东喂苹果。又看了10分钟，一切正常的不能更正常。我划拉了一通发现无法回放，而且镜头范围只能看到儿子小卧室。一拍脑门，是了，买的存储卡还在路上呢，现在只能播放实时画面。屏幕中，李嫂将东东抱出去洗漱，老公铺好床也走出了镜头。不一会儿，东东换好小睡衣，一手抓着李嫂，一手抓着她的安抚毯进入卧室，熟练地进入了哄睡程序。很快李嫂就关了灯，蹑手蹑脚带上门出去，小卧室陷入一片安宁的黑暗。而我盯着黑黑的手机屏幕，在床上困着了一整夜。听说过20多岁的年轻小保姆勾搭男主人的，但是年过40的玉儿嫂就离谱。我老公看上她什么呀？图她年纪大，图她腰围粗，图她吃饭吧唧嘴，还是图她做菜好吃？平心而论，最后一项我倒是输得不冤。整天在公司打转，我几乎不过问家务，孩子吃喝拉撒，全家人的1日3餐，擦洗拖地都是李嫂负责，特别的省心。起初半年我还查账，核对下家里支出，发现一切清清楚楚，井井有条。我感慨这真是难得，找到了可以放心的人，从此全权交给李嫂，再不过问。偶尔我负责吃的，要么点外卖，要么下馆子。都说抓住了男人的胃，就抓住了男人的心。老公这是被胃上哪根神经控制了？娇妻输给老阿姨，竟是做饭不行。呵呵，能在年度弱智新闻大赛争前3强。姐妹们，嫁了个大叔，现在被烧饭阿姨勾走了怎么办？在线急等。我今年27，老公42，他比我大了不止1轮，实实在在的大叔。吴光磊曾是我的大学老师，7年前第一次见面，他穿着一件样式简洁的浅灰色衬衫，袖子半卷到肘部，骨节分明的手指在黑板上舞动。我叫吴光磊，光明磊落的光磊。干净的声线，温柔的眼睛，线条优美的手腕。讲台下的我心跳漏了一拍。我加入了历史研讨社，因他是社团的辅导老师，借着举办活动，
各种往他办公室跑。我以为这份暗恋会永远藏在心里。谁知大二时，我的父亲因为工地管理不善，从电梯井高坠，来不及送到医院，人就没了。从小没了妈妈，现在又没了爸爸，世界在刹那倾覆。而这时，我的老师向我伸出了手。是老师请假陪我回家，是老师帮我一起处理父亲的赔偿金和建筑公司遗留问题，是老师一路有力地扶起颤抖的我。他说是家访，但我知道他是放心不下我。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再也忍不住情绪崩溃，在老师怀里尽情地哭泣。而老师，他吻了我。他说：“别怕，我来做照顾你的人。”我那时依然认为师生恋不可能修成正果，但我贪欢这一时的温暖。我害怕暑假同学们各自兴冲冲地回家，而我只能留守宿舍。我害怕过年时万家灯火，而我孤身一人。我怕毕业就是这场相遇的终点。这份情绪在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时达到了顶峰。正当毕业前夕，我哭得不知所措，觉得一切都完蛋时，老师又一次握住我的手。我说了，要照顾你，是要照顾一辈子的。试问天下哪个姑娘扛得住这一波？竟是双箭头啊！为了避免不良影响，他辞去了这份稳定工作。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小的2人婚礼。婚后，我郑重地拿出那笔抚恤金交给老公，因为他说希望将我爸爸留下的建筑公司重整旗鼓，不枉费他半辈子的心血。我们一起慢慢打拼，稳固老员工，培养新力量。老公在家把我当女儿宠，对外力排众议支持我和他一起干事业。我负责冲锋在前解决技术问题，他在后把握大局，管理公司大小事务，公司一日好过一日。他是众人眼中的模范丈夫，是我的支柱和依靠。在失去父亲后的日子里，他亦师亦友，如兄如父，是他带着我一步步走了出来。而李嫂，我在脑中回忆了一圈，想找她的问题。恕我无能，李嫂实在是一位可圈可点、无可指摘的优秀育儿嫂。怀孕中后期，老公早早就开始物色育儿嫂，一堆候选人中一眼相中李嫂。她40多岁，稍稍年长，经验丰富，又手脚勤快，有力气做得动活。最大的优点是从不多嘴，埋头做事。孩子出生，李嫂便住进家里，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出月子就回到了事业上。那时东东还小，她推着宝宝出门，其他阿姨在一起玩手机，扎堆闲聊，她却认真地看顾宝宝。太阳大了，放下遮阳顶棚；天气闷了，装上网纱罩。风大怕吹着，天冷怕冻着。大夏天整夜守着拍扇子赶蚊子，宝宝身上一个包都没有。如此用心的育儿嫂难能可贵，我们便一直留用。公司蒸蒸日上，这点钱不算什么，但再怎么优秀，她也只是个住家阿姨呀。我和老公20岁相识，到如今也7个年头了。都说7年之痒，可是要说出轨对象是李嫂，那也太离谱了吧。年龄、能力、样貌、收入、感情基础，哪一点我不比这育儿嫂强10倍？下高铁一出站，寒风料峭中我打了个哆嗦。一阵寒潮气来袭，气温骤降10度，穿着商务小西装的我毫无防备。老婆这边刚走到通道口，就看到了吴光磊挥手的身影。他将一件厚外套披在我身上，又掏出一条羊绒围巾，天冷了快穿上，小心冻着。他总是这么体贴，大事样样俱全，细节处处周到，和他在一起完全不用带脑子。走吧，回家。李嫂做了你最爱吃的小笼汤包，老公接过行李箱。
听到李嫂两字，我呼吸一滞。开车回家的一路上，我静静地观察着这个男人，他神态自若，侃侃而谈，和我熟悉的他没有任何不同。老婆今天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差太累了？项目进展顺利吗？累呀，吴老师，你是关心项目还是关心我呀？我顺水推舟道，家里一切正常吗？每次撒娇时，我都会喊他吴老师，就好像我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大二学生，他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老师。当然是关心你了，家里有我在放100个心，他一点儿都没停顿。骗子！我疲惫地闭上眼睛。隔天，我支开其他人，迅速叫上师傅，在家里各处隐蔽位置装上了针孔摄像，还买了个藏着摄像机的小熊玩偶，可以随时移动。白天我和老公都在公司，得提防他偷偷摸摸地看监控。明明想抓贼，我倒是心虚的厉害。画面中李嫂和儿子相处确实没有异样，不行，我得给他们仨带一起制造机会。吴老师，最近我肩膀疼，头发也掉得厉害，要不办个健身卡吧？每天锻炼1小时。我一边逐字校对施工组织方案，一边哼哼唧唧揉脖子。是吗？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有其他不舒服吗？老公放下手里材料，走过来给我捏肩膀，办吧，老婆想要的我都支持，是得劳逸结合，别累出病来。想找理由抽身是真的，身体不舒服也是真的，最近常常犯恶心，吃点啥就又吐又拉的，去医院查了说是肠胃炎，要放轻松，适度运动，提高身体免疫力。接下来2周，我借口去家附近的健身房，趁机用手机快速翻看监控回放。没想到这是个艰苦的大工程，本以为只要我不在，他们会撒开了勾搭，谁料难度之大，如大海捞针。我反复回放，也只找到些蛛丝马迹。李嫂在厨房做饭，我在餐厅给儿子穿围兜，老公进去端菜，凑在李嫂耳边说悄悄话。老公说要去和设计院对接的那天，是陪着李嫂和儿子去参加亲子活动。在我出门给车做保养时，2人窝在沙发上一起看肥皂剧。他一直说这种剧没营养，平常从来不看的。只要我不在，李嫂都让儿子喊她妈妈。老公会给李嫂捶腰倒水。你说有什么精彩绝伦的刺激画面吗？没有，说这是陪儿子也说得通。但要说这正常吗？姐妹们，男主人给烧饭阿姨捶腰正常吗？女人的直觉，这就是不正常。他俩俨然一对相处自若的老夫老妻，是处久了不需要甜言蜜语的恩爱，是默契和平淡的涓涓细流，是一块热毛巾，一杯茶，是洗完澡一双干净的拖鞋，是看肥皂剧也不抱怨的耐心。和跟我相处时正相反，我喜欢小惊喜，喜欢各种夸张的呵护，喜欢将爱说出来，想要那种浓烈又持久的感情。老公总能猜透我的小心思，也不吝陪我玩各种幼稚的小游戏。在我的眼中，他是男人永远如少年，既有年轻的心，也有成熟的包容。2种生活，2副面孔。老公和李嫂的亲密关系，微妙又完美地插入在我与他的生活之间。那谁也配叫时间管理大师？看看，这才是行业典范。一家人1套房，24小时同住。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出轨了个烧饭阿姨。吴光磊，奥斯卡欠你一座小金人呀！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算什么？快来看共享老公、共享儿子。老公是被下了降头吗？都说40而不惑，他的不惑之年感悟出了个啥玩意儿？给李嫂加美颜滤镜的功能吗？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
我在记忆里疯狂挖掘，老公是实打实的模范丈夫，他对我那么好，我实在想不通这件事。他说喜欢我的坦诚和直率，在他眼里我就是一本摊开的书，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嫁给大叔的优点，不用玩你猜我心思那套把戏，小女生那点心思就是透明的。现在想想，他在我眼里是一堵遮风挡雨的墙，也是一堵完全看不穿的墙。既然老公身上挖不出什么，那就从李嫂开始吧。我从衣柜抽屉翻出当年和家政中介签订的雇佣协议，幸好老公很细心，一切单据都有好好收着。协议上有李嫂的身份证复印件，写着家庭住址。在某鱼上，我联系上一个社工大佬，加了他微信，想先验证一下这个身份证的真实性。社工大佬很快给出了答复：假身份证。可以查到真身份证吗？我打字。可以，大佬的微信是个明显的小号，得加钱。大佬给出了14条可能符合条件的信息，在这里面我一眼认出了李嫂的照片，比现在年轻一些，但肯定是她。挺意外，年龄和姓名都是真的，而在家庭住址那里，她和我老公地址赫然一样。吴光磊一直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说老家在大山里，已经没有亲人了，无牵无挂，唯一在意的就是我在这个城市安家，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当时听得我一阵落泪，同病相怜。而李嫂使用的假身份证上，地址和老公同省不同市，当时我们选中李嫂，这还是个加分项。家乡菜嘛，也许老公会更喜欢吃，我完全没有多想。这下可真是精彩了，一个在我家工作了2年多的育儿嫂，隐瞒来历，和我老公眉来眼去，而我老公知情不报，两人天衣无缝的演戏给我看。他们的关系绝不是出个轨这么简单，李嫂背后一定还有其他秘密。借着新项目考察的名义，我做好准备工作，前往李嫂真实的老家茶曲县。茶曲县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山沟沟，连绵大山，地广人稀。下飞机后，我们一行人租了辆商务车，一路感受着路面降级，从高速到快速，从国道到省道乡道，最后开上土路。到了镇里以后就迷路了，好说歹说给路边的小面包黑车塞了100，让他带路。姐，我们这个旅拍地点是不是有点独特呀？婚纱摄影公司的摄像大哥看着窗外的黄土路，有点蒙圈。我笑得亲切，掏出一叠假记者证发给大家。其实呢，各位，我并不是要拍婚纱照，只是个采风。但是你们放心，钱我照给，只要拍1天。拍完把原始素材拷贝给我，这单就算完成了。一车人面面相觑，这不太符合公司规定吧？另外每人加2000辛苦费，现付。姐，您指挥，我们听从。摄像大哥掏出收款码，我们沿着唯一一条水泥路进村，整个村也就10来户人家，一眼望得到头。大娘，我们是记者，来给咱们村宣传的。我跳下车，笑眯眯地向一位老大娘打招呼，招呼摄像大哥机位对准他。您知不知道吴光磊住哪家呀？他见义勇为，我们要给他做个采访，要在电视上播出的。大娘摆手，雷子呀，不在家了，有出息，出去了。哦，这样啊，那大娘，他的家里人还在不在呀？大娘指着相隔2间的一栋房子，就剩他老娘和娃儿里，他婆娘也出去找他了。大娘指着相隔2间的一栋房子，就剩他老娘和娃儿里，他婆娘也出去找他了。大娘热心地引着我们到了那间屋子，一路上问东问西，殊不知听到第1句，我的心里已经炸了惊雷。
回程路上，我在脑海里整理着获得的信息。在那间屋子，我见到了吴光磊嘴里已不在人世的母亲和一个看起来有明显智力缺陷的9岁男孩。而在一间布置土气的房间墙上，挂着落了一层灰的我老公和李嫂的结婚照。老母亲翻开旧相簿，絮絮叨叨说着关于吴光磊的过去，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和我知道的版本相差甚远。在这个故事里，李嫂和我老公是青梅竹马，很早就两家结亲。按照这里的风俗，办了酒就等于结了婚，并没有领证。婚后，李嫂很快就生下一个儿子，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导致她不能再生育，而这唯一的孩子却不似正常人。在吴光磊入职大学后，李嫂留下孩子给奶奶，去投奔老公。据说在给别人做保姆，收入很好，病也治好了，和老公很快就有了2胎，还寄了照片回来。而那张照片里所谓的第2个孩子，便是我的东东。老太太笑得欣慰，雷子才给我通的电话，说要赚大钱了，再过阵子就可以把老婆子接过去，住大房子，过好日子了。我职业假笑听着婆婆的叙述，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老公一夫2妻，过了这么多年，而我才是那个仨儿。不但如此，他还想要抢走东东，怪不得李嫂让东东喊自己妈妈，这是提前培养感情来了。难以想象枕边人竟是如此斯文败类，且心机深远到这个地步。他从来都是单线联系老家，打到村头小店的老式座机上，每次用网络电话换号，杜绝老母亲主动联系他的可能。李嫂之所以用着真名，不是她勇敢，而是老公怕她没文化说漏嘴。她7年来不曾回过老家一次，不曾亲眼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和母亲。想到老公平时对我的各种好，恋爱时的甜蜜，创业时的共苦，公司蒸蒸日上后的同甘，这样的情真意切，这么多年的柔情似水，原来都是假的。想抢我的儿子，我的家，吴光磊，你当我是死人吗？好啊，你这么喜欢演，我就陪你演到底。首先，我得让东东脱离魔爪，老公暂且从长计议，李嫂必须马上滚。挑了个最近的休息日，我直入主题。光磊，东东已经2岁多了，公司现在也很顺利，我以后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李嫂跟了我们这么久，也可以休息休息了。来，奥斯卡吴，展现演技的时候到了，看你怎么反对。老公闻言一惊，但这份惊讶稍纵即逝，他思索了一阵，竟然说：好啊，这和我想的不一样啊。这么干脆，我还怎么演后面的含沙射影？话里有话，暗暗敲打表达，我已经知道了，你最好老实一点的剧情啊。看到我愣怔的表情，老公扬起眉毛，怎么？你怎么干脆就答应了？我不死心，想把剧本掰回正轨。老公笑道：你说的有道理呀，我们家一向讲道理。这事儿我去和李嫂说吧。她站起身走出去了。后来，老公当着我的面给李嫂包了个大红包，感谢她这2年多的优秀表现。李嫂期期爱爱地接过红包，下午收拾完自己的东西，舍不得又陪着东东玩了一会儿，终于是走了。我在边上冷眼观察，这么干脆的就让李嫂走了，里面绝对有猫腻。李嫂走后，度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时期，东东还小，不明白李嫂这就是告别了，一直吵闹着要李嫂，吃饭时闹，睡觉也难哄，这份感情培养的可真到位，比我这亲妈深厚多了。孩子还小一刻，也脱不了人，我只能上班也带在身边，不禁感慨，原来当妈比做工程还辛苦，
累得肠胃炎反反复复发作，头都快秃了。老公提出由他来做饭的时候，我松了好大一口气。呵呵，要演模范丈夫，也是需要实力付出的，自作自受。不得不说，在一边哄睡一边复核标书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想念李嫂。第二步，既然老公要抢走东东，就绕不过我这一关，他要怎么对付我呢？他母亲嘴里说的赚大钱，想来就是我们手头这个重中之重的项目了。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公司前期投入是下了狠手的。我去现场考察次数比谁都多，跑得比谁都勤。为了更好地领会业主要求，我们前前后后在设计院与业主之间周旋，做到比甲方更懂甲方，有针对性地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将造价压了又压，算了又算，方案反复优化。前期费用也是水涨船高，几乎把公司的流动资金都投进去了，并且抵押了2套房产。但只要拿下了，这些都不是问题，算得上是开张吃3年的大买卖。吴光磊说的赚大钱，非他莫属。方会计，你来一下。我翻着这半年的账目，逐条逐条的比对过去。这个地方怎么对不上？我指着账目上一条应收款，这里好像也不太对。我们今年有和这家公司交易过吗？会计也复印了份表格一起看，他拧着眉头说，这里确实不对，可能是之前为了3张表压平做的账。我不是专业的财务，只能看个大概。财务去哪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做了好几年的财务小刘前一阵子因为保胎辞职回老家了。新来的方会计对这些糊涂账两手一摊，根本答不上来。想到这里，我拨了通电话。林总，老板娘，手机里传来困惑的声音。小刘啊，身体怎么样呀？我带着关切的口气，听说你保胎辞职回老家了。其实不用辞职的嘛，休个病假加产假，生完想回来，公司也随时欢迎你。小刘不解，什么保胎生孩子？吴总跟我说公司业务调整，员工都要裁，看我工作勤恳，介绍我去外地他朋友公司上班。倒是老板娘你不知道吗？啥业务调整？我俩面面相觑。我想起那天书一样的糊涂账，这个才是重点。小刘啊，公司之前账目好些地方对不上，你看看有时间见个面吗？小刘声音一滞，林总，我都不在公司做了，现在这家收入高，要求严得很，事儿也多，几个月都回不来一次。我心知这是指望不上了。我又问，你说是吴总让你走的？小刘点头，对呀，他亲自跟我说的，还说很多员工都要裁撤，早走的早拿补偿金。我将通话录音上传了一份到云盘保存，细细思索。一塌糊涂的账目，找理由换掉之前的财务，这种此地无银300两的做法，如果不是我已经起了疑心，还真的很容易被骗过去。我主管的是技术上的实务，人事调动这些一向都是老公负责，这么多年从来不用我操心。既然如此，张叔叔，我有事需要你帮忙，我带上爸爸的老下属，就从对不上的条目开始查吧。1星期后，我对着调查结果简直气乐了。做了这么多年，加上张叔的帮助，到底是有些人脉。首先查到的是公司资金流出的可疑之处。租赁塔调给我们的公司，细查之下属于老公前同事的包地，而实际出资购买的是老公，将自己的机器租给自己收费，费用合理的进入了老公腰包。购买塔吊的这笔钱，是从他极力主张做的一个污水池项目中挪用的。那个项目最后因为政策原因不了了之，前期投入全部打水漂，
现在想来，这个项目也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通过种种方式，他在各处将公司的收入细水长流地洗进了自己口袋。而最关键的是，在层层持股、几重空壳后，他仅用 40W 便实际控股了一家建设公司——安心建设，那是一起竞标的6家公司之一。怪不得他说要赚大钱了。标书我们一起做的，对中标成竹在握。他只要压低那么一点点价格，项目便是他囊中物，而我将在一夕之间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他这是要断我经济，绝我后路。妙啊！这打得一把如意算盘。我咬牙切齿，3天后的开标会议等着瞧。今天是个大日子。开标会议上，我化了个淡妆提升气色，一身干练的小西装，打起精神等待主持人宣布开始。这段时间陀螺似的转，孩子、项目、孩子、工程，我感觉自己疲劳过度，每天摇摇欲坠，昏昏欲睡，胃痛更严重了，像迟来2年的产后抑郁。好在今天一件大事就要尘埃落定，同时还有一场好戏等着看。这个工程共有6家单位竞争，能有实力和我抢夺的只有中浩一家。中浩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即使他们的成本比我们低，但集团要求保持一定的利润率，而我可以让出这部分利润来压低价格。至于剩下4家，哦不，3家，我看了看安心建设的与会人员，老公当然不在里面。我暗笑自己的傻气，都是籍籍无名的小公司，查了下，几乎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代表工程，不足为惧。我信心十足，斗志昂扬。主持人开始唱标。翼龙建筑是 FD 快3期项目投标报价1989.9万元。这报价，炮灰果然不足为惧。中浩集团1900.36万元。此条一出，周围几家小公司顿时交头接耳。中浩集团的代表神态轻松，稳了。我内心激动，中浩报价比我们高。安心建设1865.49万元。周围再一次发出议论的声音，中浩的人看向那边。呵，我冷笑，果然没错，比我们预定的价格低了仅5万。同镇建设1848.21万元。一片哗然声中，我毫不怯场地对视过去，禁不住露出笑容。这1年来的辛苦实在没有白费。我看着那边的骚动和交头接耳，内心冷哼：去吧，快和你们幕后的老板汇报去吧。我简直迫不及待想看看吴光磊那张脸是什么表情。主持人宣布，本次开标唱标会到此结束，下面进入评标阶段，请退场，等待评标结果。我拿起电话拨号，联系人显示吴老师。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是不是在听手下汇报没中标的消息呢？那就给你时间好好的听，可得听仔细了，千真万确。隔了5分钟，我再拨。老公，我们中了。我欢欣雀跃，这份高兴根本不用装，那是藏不住的真情实感。老公沙哑的声音从听筒传来，那太好了。老公，你怎么了？怎么听上去声音好疲惫？是不是太激动了？我故作关切。我在开车，一会儿说。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老婆真棒。那干巴巴的言不由衷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一支兴奋剂。我回到公司，走进前厅，一群默默支持我的老员工紧张地看着我。张叔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我板着脸也看着他们，然后慢慢地露出喜色，猛力挥拳拿下。一片欢呼声中，独不见吴光磊。没关系，本姑娘
大方得很，给你一些时间沮丧和调整心情。一会儿见面还得演出欢欣鼓舞呢，不是吗？我从托班接了儿子，思量着要不要把戏做足，订家餐厅庆祝一下。目前这个状况和吴光磊翻脸还不够，他拿走的这些，我要他全部吐出来。手机响铃，来电显示吴老师。喂，老婆，今天回家吃吧，我做了一桌子菜。电话里吴光磊声音温柔，一如往常。这么大的喜事，咱们好好庆祝。这么快就调整好了心情，真不愧是实力派。我按下心头的鄙夷，欣然答应。到家一看，果真是满满一桌子菜：江南春的卤鹅，三鲜楼的酱牛肉，水中鲜的糊涂鸡，炖锅里是一盅佛跳墙，挑开锡纸，奥龙冒着热腾腾的气，一支红酒，2支香槟躺在冰桶里，瓶口还套着电子温度计。若是从前的我，怕是要感动得红了眼圈吧。家里要再买辆大车，方便自驾游。那个又贵又难进的幼儿园也可以有着落了。我们可以看看学区房要买在哪儿了。我笑意盎然地边吃边说，看对面老公的反应。可他不仅没有失落，反而连声附和，一起构思着未来。老婆，标书为什么又改了？他漫不经心地问。可我看到他左手大拇指不自觉地搓着食指，一紧张他就这样。我答得自然，还不是怕钟浩有心想抢，还真是万幸。你知道吗？有一家叫安心建设的报价几乎和我们贴着，不知道这公司什么来头？你之前听说过没有？没听过。老公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起身从冰箱里拿出甜品，这是从一家日料打包的杏仁豆腐。我吃过一次就爱上了，但是离得很远，为这跑一趟又不那么值得。觥筹交错，我酒意微醺，一时有些恍惚。为了这顿饭，他今天是跑了多少地方啊？可是如果不是早做准备，那么今天这份毁灭打击大礼包落到的就是我头上。若是那样，我今晚恐怕要上天台了吧？正迷迷糊糊地想着，我突然腹部一阵剧痛，直接跌下了椅子。老婆，你怎么了？老婆？吴光磊看着脸色苍白、汗珠如豆的我，想扶我起来。上医院。我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眼前一黑。在一阵胃痛中醒来，我发现自己在医院病床上，病房门虚掩着，隐约听见老公的声音。我努力坐起来，又是一阵头疼。好了，这话不要再提，没多久了，就这样。脚步声向这边靠近，老公推开房门。你醒了，老婆。他几步上前，满脸焦虑和关切。我怎么了？我喃喃地说，喉咙特别的疼，声音又哑又低。都是我不好。你之前肠胃一直还没好，昨天还又喝酒又吃海鲜。老公一脸憔悴，像是一夜没睡。他想起什么，掏出一个保温桶，倒了一碗熬得浓稠的大米粥，加了2块腐乳。医生说肠胃炎加重了，现在只能喝点清淡的，要挂几天水，不是什么大病。我端过喝了2口，食不知味，也硬是喝完了，接着倒头又睡。这一躺就好几日没下床。老公鞍前马后给我端汤喂水，不知是不是积累的疲惫一下子爆发。我越发觉得头晕恶心，手麻脚麻的，吃什么都肚子里翻江倒海，整天昏昏沉沉，只想睡觉。你呀，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坐在床沿帮我揉着肚子，医生都说了，这就是肠胃炎，不是什么大病。我抬起眼睛，那其他症状呢？不是我得了什么绝症，你不告诉我吧？别瞎想，多休息几天就好了。不信你问医生。那这掉的头发也是想象出来的。我抽出手，在床单上随手一抓，
看着指缝间一堆头发。老公拿过垃圾桶，将头发扫进去，又帮我揉起手。精神状态容易影响身体，之前熬夜不也掉头发吗？休息一阵就好了。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遵医嘱之后，我果然好转了许多，顺利地办了出院手续。我拿着检查单和出院小结去找医生，反复确认真的只是肠胃炎。虽然这个发作的时机实在是可疑，但吴光磊也不可能有本事买通3家医院做伪证啊！我站在原地发了会儿愣，想到好几天没上班，打车去了公司。公司的员工们见到我也吓了一跳，我笑笑说：“最近太累了，没什么事儿，让资料员小张把绿化的材料送过来看下。”小张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做事挺利索。送完材料，交代完进展，她在办公室磨磨蹭蹭不走，偷瞄我的检查报告。没什么事儿，医院都说没问题。我打起精神笑着说。小张立刻收回视线，他支支吾吾：“林总，你是不是会掉头发呀？或者手脚疼？想睡觉？”我愣住了。你坐，说来听听。我起身把办公室门关上。我独自坐在办公室，视线在浏览器上下滑动。关于朱令案的新闻和帖子顺次展现在眼前，触目惊心。小张是 K 大毕业，他说他们学校曾经有过投毒案，受害者就是这个症状。而更为著名的是清大的朱令案，使用的是一种较为少见的化学品他言。因为罕见而不容易被普通医院诊断，早期症状都是又吐又拉，常被误诊为肠胃炎。新闻中的女孩就是因为迟迟未诊断出正确原因，而导致病情不断发展，最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类检测不应该去医院，而要去职业病防治所。2天后，我拿着防治所出具的报告，阳性。在我头发和尿液中都检测到了它，幸好剂量轻微，服用2球基丁二酸钠让它排出就行。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它盐，除非职业暴露或者环境因素。我的职业不可能接触到它的化合物，也没什么机会吃喝到矿山开采污染过的水和食物。唯一的可能就是投毒了。按照医生的说法，这是急性中毒，症状会在服用后很快就出现，短则1天，最多1周。按时间倒推，当时我吃的只有老公做的饭菜。吴光磊呀，吴光磊，我以为你只是想要赶我走，没想到你这是打算要我的命。项目没有截胡，将我无声无息的删除也能一样达到目的。压力过大，一病不起，最好是一命呜呼，你们一家人就能顺顺利利团圆了。既然如此，我也再不用留任何情面了。儿子3周岁的生日，老公神神秘秘地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看着他恶心的神情，假装开心地迎合，稍一起身装作头晕，把水杯碰下了床头柜，显得无助又衰弱。没错，我现在应该是一个病得起不来床的可怜人，只能在卧室里躺着。老公扶我坐上轮椅，推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小猪佩奇造型的蛋糕，而桌子另一头，李嫂温柔地抱着儿子。李嫂，老公，这是怎么回事？我佯装惊讶。老公走到李嫂身边，挽着她的手向我介绍，这是我原配妻子李高英。看来今天就是摊牌的日子了。我看了眼时钟，很好，同时一脸不可置信地说：“你在说什么呀？”吴光磊轻笑了一声：“东东3岁了，即使离婚，也未必会判给妈妈。而且你现在的状况，也许用不着离婚了。”我做出渲然欲泣的样子：“我不明白，你说清楚。什么离婚？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认识了7年啊。李嫂又是怎么回事？是啊，7年真的太长了。眼前的男人满眼嘲讽。所有一切从7年前就开始了。从学生档案中重点挑选的对象，家访中超出常理的关心，到力争补偿金数额。毕业前不是意外的意外怀孕，他在我最脆弱时候的求婚，因为知道我不会拒绝。辞职创业，套取补偿金，接过我爸的公司，安排李嫂以育儿嫂身份到家，和孩子培养感情，以便鸠占鹊巢。整整7年，全部都是精心设计。我只是个借腹生子的工具。孩子3岁时，他们便会以为孩子着想为借口，将债务甩到我公司名下，宣布离婚并抢夺孩子的抚养权。大2那年，我以为是我追上了他，不曾想到是他们夫妻俩挑中了我。你生下东东就完成了任务，如果那个项目没中，就只是离婚而已。可你偏偏中了，那我就没办法了。林小小，你已经没用了。吴光磊俯身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是不是老家那个孩子也没用，才要抢我的东东？”我用手指抹掉眼泪，掸了掸，没用的东西都要被抛弃是吗？吴光磊一怔：“你那个过世的母亲好像是复活了呀。”我笑笑：“你知道些什么？”他后退2步，满脸的不可置信。我掰着手指头：“那可就多了，比如你从公司转移资产的事，巧立名目筹集资金的事，还有过桥贷的事儿，给评委4分利，你都付得起，好手笔呀。不过评委给你透底赚到的钱，恐怕都折在安心建设里了吧？贿赂评委，串标是判几年来着？”吴光磊汗如雨下，我若柳扶风地靠在轮椅上，看他脸色千变万化。抢项目，这个想法不错。如果我丢了项目，压力过大，一病不起，呜呼哀哉，那更是完美结局了，不是吗？不过可惜呀，肠胃炎嘛，养养总能好的。等你刑满释放，我保证活蹦乱跳的。哈哈哈，林小小，你以为你还能好吗？吴光磊听到这里突然笑起来。老实告诉你，你好不了了。你这个怪病，哪家医院都查不出，最后只会1日不如1日，变成个死人。你没爹没妈，死了谁都不会追究，最后儿子还是我的，钱也都是我的。我一皱眉头，医院都查不出，你又如何知道？诅咒我可不起什么作用。你不用关心我为什么知道，从今天开始，你踏不出这间屋子1步，等你死了，我给你风风光光送走。我点点头，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警官，这个可以了吧？吴光磊大为震动，慌张四顾，见没什么动静，破口大骂：“你玩我呢？”我伸出手指，引导他抬头看灯。啊，病了，记性不好，我可能忘记告诉你了，家里4处装着监控。虽然你收了我的手机，不过张叔现在应该在和警察一起看直播呢。虽然你很谨慎，一直不肯亲口说出给我投毒的事，不过长达3个月的监控和家里餐具上的残留物检测，以及我的检测报告，审出你的口供也是迟早的事。你，吴光磊冲上前来，我利索的起身，一脚踢翻轮椅，绕着桌子和他周旋。快抓住他！吴光磊冲着李嫂吼道。李嫂紧紧地抱着东东，惊恐地往角落里躲。雷子，你要杀人！我们只有东东，你对他做了什么？都是废物！吴光磊咬牙切齿。我仗着身形娇小，在餐桌周围灵活地走位。他一把掀翻了桌子，破碎的碗碟四溅，花瓶倾倒，桌角撞在我的腰上，我不禁痛呼一声。糟了，我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他。
吴光磊越过桌子，扭住我的手，把我按在地上。早知道我就该下一剂猛药，直接毒死你。不过我不好过，你也别想活。正在此时，破门的声音传来，李嫂的惊呼声、咚咚的大哭声和一片脚步嘈杂声。警察将吴光磊从我身上拉下，迅速制服。张叔冲过来扶起我，我不顾自己，大喊着：“快救东东！”在一片杯盘狼藉中，李嫂的胳膊上划开了几条伤口，但东东毫发无伤。她用身体护住了我儿子。证据确凿，老公因串标、行贿、重婚、故意杀人未遂等问题，数罪并罚，判处10年并处罚金。因为重婚而申请婚姻无效，儿子抚养权归我。李嫂回到了老家，守着他们唯一的残疾孩子，苦苦等待。我给李嫂的卡上打了20万，不为别的，就为她对东东一片真心吧。漫长的骗局终于告破。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